哇，真的，其实真的有好几集我们出发的时候都是下雨。对呀，对，但是我喜欢下雨天，因为你可以喝汤因为下雨天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比较凉哦，比较热凉腾腾的。对，最近天气太热，下雨也是不错的。来，来上车，来，上车。哦，哇，哦，Hello，质量不错，质量不错。Hello，麦，来，你好，我把门关上吧。啊，走吧。你们知道最近对吗？我在上网看到了这个石头，他们把石头我懂。加那些调味料拿去炒，哦然后他们就放在嘴巴。顾客买了之后，他们就这样盐放进去，这样，然后吐出来那个石头就对丢掉咯。可是这个也是让我想到，你懂，就是巴沙马拉摩，他们就卖那些你吃进去，然后就可以吐烟出来的。啊，讲到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糖是可以吹那个 whistle 酱的 whistle candy，有听过吗？哦，我知道，其实新加坡有，就是圆圆的，就是这样的这样，对对。啊。然后呢，你放进去了，你吹的时候呢，会有那个口哨的声音出来的。中国有一个就是他们做那个用糖浆做的，好像一只小鸟什么也是有可以吹。哦，对，他们就做出一个形状，对吗？有时候吹到也可以吃。如果今天但是这的食材个好像糖怎么办？应该不会叫我们这个主要食材不是不糖会啦，我们看了食材就知道了。呀，对 OK 呀。了，哇，又是我。又是你吗？你们是，每次是我了，因为你每次，你看你脸上带着那个笑容，很开心的想要开。马铃薯和这个是，还有，这个是这个是方糖块，那个对，那个糖 brown 灰 brown 糖 sugar 呀，brown sugar，哇，真的来糖哦，厉害哦。糖、土糖、豆、糖豆。土糖马铃薯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甜的？那萝卜加是马铃薯吗？不是那个是番薯。没有，那个番薯是甜薯。不懂。加起来对，2个加起来。对啊，土豆侧糖、马铃薯糖。马铃薯糖、马铃薯糖、马铃薯糖，有可能那个音他们马铃薯。马铃薯糖，会不会是一个甜字在前面？马铃薯糖。糖是很少，食物里面很少有用糖，是甜什么？什么？暗示。用另外一种语言来想，方言。我觉得是英文 ，potato sugar。 Sugar potato。我觉得我们各自都猜到哦，猜到头痛啊，就甜一点的说啊 Potato sweet potato。呀，什么？ sweet potato，哇，这 potato 是番薯。因为这个番薯，这个是甜的，这个是马铃薯。哇因为我们猜第二，对，第一道菜吧，Good job，厉害。今天 Thank you，Thank you。我们 OK 来，你来看，第一道菜。没有看过，完全没有看过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有烧肉，我看到豆白芽，木豆芽肉，我看到对，豆芽，豆芽。可是这种看起来好像那种过新年的时候哦，人家会准备，然后全部人一起来吃。但是它这个不是的，这个好像有汁的。可是我不懂这个跟番薯有什么对啦，关系？对呀，它不是那种比较透明的，不是然后你咬的时候就是很 Q，好像那个冬弹牙的啊。可是他们是用potato 来做的啊，对，对，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煮法，应该是一个传统料理。你没有说看过这样的？好像没有，没有。好像没有。可是我懂是 potato noodle，耶！今天我们全部都猜对，全部都猜对，对吗？猜到半死不活的。啊，至少我们猜对吗？现在我们3吃客要吃传统的美食喽。 OK， 来呀！啊，来，到了对！哇，雨停了，哦，走，哇，来这边那边，过去，来。今天我坐中间，我的传统菜来了，谢来了，谢。真的来了。哇，叫什么名？福建番薯粉糕。谢谢你。哇，你闻起来就知道你闻到了，闻到你知道了，像什么吗？河粉。哦，有点像，因为但是那个面河粉是不透明的，它这个是透明的，因为它是用番薯粉做的。这道菜看似简单，但是历史悠久。在战前的时候，我爸爸是用推车的，在昆石那边。那么我从60年代我就跟我爸爸学艺，
到80年代，那个地方被赶，我就自己出来创业，在这边81年我就在这边创业了。那么这道菜呢是有人订我就做，那么后来很多人每次来要求要，我们放进菜单里面。我跟你讲，这道菜真的是很少有机会吃到，因为这个不是买现成的嘞，是他们用这个番薯粉去制作成一个果酱，然后来切片，有点辣也是。有一点辣，对，但是我跟你讲，很够味，这跟粿条完全不一样，口感不一样。这个你吃下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 Q 弹的感觉，你看，哇，透明的，你看，哇，还有烟呢，对对，而且它吃起来像很绵绵糯糯的。其实很像我吃的那种酸辣粉，可是酸辣粉他们来的比较细，这个呢就会比较宽。而且有点韧性的。对，这个有比较韧性，比较 Q 弹。而且你觉得吗？你这个你咬起来有叫筋道的感觉，就有一点咬劲很好。因为河粉的那个粿条，你一咬就咬断了。这但个是这个像吃糖浆，是糖浆，会有点 melt in your mouth 的感觉。那个番薯粉要用地瓜粉啊，掺一点那个木薯粉，还有水、盐蒸，大概要1个钟头。这个番薯粉蒸好了，要放在外面给它凉了，然后放在冰橱里面，隔天拿出来硬化了才可以切，不然很黏，切不到。煮这道菜要用到大蒜、大白菜、香菇、红萝卜丝、虾米，还有烧肉。以前在泉州的时候，他们是用蚝跟三层肉，而我们新加坡的蚝呢是用韩国蚝，找不到这个原料，我们就用虾米跟烧肉来代替那个蚝跟那个三层肉，那比较香，比较甜，又有海鲜味。那我吃这个的时候呢，有那些菜的味道。菜的味道。对。像什么菜呢？菜啦。菜，对呀，菜这么多种，你说菜的味道是什么菜？我猜是这些的菜。哦，是那个菜的味道跑进去里面了。跑进去了这个，对。哦，因为他这个师傅，这个炒得好。而且我真的是很喜欢这种汁的那种菜哦，因为那个味道就很浓郁，全部在那个汁里连在一起啊。你看里面有菜有肉，还有那个是红萝卜这些东西，对对。你的话有虾米哦，所以有海的味道。有吗？有。我要拿多一点。你要拿多一点啊？对。你喜欢吃 right 啊？很好吃 right 是吧？啊，没有。你应该拿那个字，我帮你拿，帮你拿。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他少吃，他少吃。对，所以你应该拿那个字多一点来。谢谢。所以你会选这道烧肉。可以讲的咩？现在我们做这个节目真的很好，给你们年轻人尝试一些传统的菜。这道菜就是以前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家庭妈妈什么，有时候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煮给一家大小吃。所以你看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很好。哦，番薯汤太好了，这个甜汤太好了，来的正是时候。它也是番薯做的，对对对。我很喜欢这个，不错，番薯汤，很清甜哦，很清甜对。但是我就觉得不会很重那个味道。没有，我是觉得如果它的放多2片姜片下去，那个姜的味道，哇，味道，对吧？那就不一样，就很暖胃，对味道在里头。这道菇枣味其实也是蛮传统的这道菜，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蛮喜欢的，我觉得不错，口感很好。弟弟，你要讲喜欢还是不喜欢就可以了。喜欢。喜欢它的什么口感、味道？OK，和味道。喜欢吗？我不用说，我的年龄这个很适合我。OK， 可是接下来的有可能其他的会改变我的选择。会吗？你觉得会吗？会啊 ，OK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选择有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嘞。就可以了。小弟弟的菜我们都喜欢啊，对呀，不一定啊。哇！刚才到的时候雨停，现在要出发了又下雨。水为财，不错。来，小心啊 ，OK。小心啊，你们的头发乱啊。
好，谢谢。OK，没事，来，我来。小心。OK， 哇，哇，真的，这道古早味的家乡菜怎么样？还不错吧？其实我没有吃了那么多哦，然后就觉得有点饱哦，会不会觉得？我跟你讲，就感觉很饱。其实它是主食之一嘞，番薯，番薯会保胃的。但是我跟你讲，在这么多的这个蔬菜类里面呢，这番薯的这个营养密度是最高的，所以可以多吃，吃到饱饱哦。可是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呢又不高哦，所以这道这个番薯啊，很适合减肥的人吃，很适合减肥的人吃，你都多吃一点啊。说到减肥。你水煮跟蒸的番薯你可以吃多一点，可是如果你拿去烤的话就不行，因为你烤的话呢，它的淀粉呢就会变成了糖。哦，糖难怪他们烤的时候呢有流那个糖浆出来。对，因为会变成比较甜，所以你吃多了还是会变肥。会吧？啊，所以你就不要吃烤了，吃水煮的还是蒸的最好。但是烤的好吃啊，烤的好吃。所以我跟你讲，好吃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对。番薯是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不可以吃？哦，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有学问的，空肚子不要吃，因为他怕等一下会有胃酸。胃酸。所以可以开这个了吗？我等很久了。OK， 好。回来我们是不然有时候下一道可能是他的。有可能哦，我们看了就知道了。哇，山竹，我要吃了，水果，我可以拿来吃吗？可以。山竹蛋糕，蛋糕，小孩子不可能吧？以我这样看哦，我觉得它口感应该是会偏甜的。哦，因为这个是紫色的，对吗？但番薯也是紫色的，有紫色的，对。哎，他想象力很好嘞。所以有一个 connection 的。啊，有一个共同点，对吗？所以我猜他们就会弄成一个山竹的样子。山竹番薯饼，押韵，还是糕，还是果，还是什么？我不懂了。你讲很快。山竹番薯，山竹番薯，山竹番薯。我会讲嘞。OK， 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道应该是，因为如果是创意料理呢，对你这个年轻人来讲呢，这个未免创得太厉害。我也觉得创得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啊。对咯，可以拿水果跟这个番薯一起混合在一起哦，我觉得很特别。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简单一点的话，可能是小朋友，因为只有一个。有啊，小朋友就小朋友。小朋友了，我们一起啦。好了，我们看就知道。等一下我们进去餐馆就知道了。OK， 好。下车吧，下车，来，下车拍了啊。来，下车喽。哇，又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了。OK， 那边。哦，这边啊。OK， 好。这道我们猜不到的，应该是蛮特别、蛮期待，看一下。哇！哦，来了，造型特别，非常特别。哦，这道是叫做这个我吃过的啊，你吃过啊？啊！哎，哦，那厨师这道菜叫什么？非常山竹。哇，非常山竹。会不会觉得看起来蛮像那种芋饺的？然后里头就是有很多馅料，不懂里头是什么啦。有可能。然后你说那个鱼蜈蚣那个，然后外面有可能是炸过的，然后是脆脆的，里头应该是软软的、嫩嫩的，不懂里头是什么了。要吃了才知道。因为你现在是想到它里面的馅很像芋饺，对吗？啊。可是我现在是完全被它的外形吸引，真的像水果，你看。而且你没有发现到它的茎是巧克力饼干。对。所以有可能这个是甜品，可是呢，等一下我又觉得不是甜品，因为下面有苦瓜。有苦瓜是吗？有苦瓜，我们来吧。我们是有吃过的，一定是有吃过。外面酥皮嘞，然后里面很像螃蟹、小米那个，对呀，它的肉，这白色的肉馅是咸的。哇，可是它的口感真的很特别，因为外面你还以为是脆脆的，可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呢，的确是脆的啦。可是它还有多一层的这个感觉，好像麻糬一样的啦那种口感。它的外皮是酥脆的麻糬，
但是里面那个是那个肉的香味。螃蟹，海鲜的香味啊，就是他所说的对这个螃蟹啊、虾啊、龙虾啊在里头。很甜，这个呢我喜欢吃，因为外面是甜甜脆脆的，那里面是咸咸的，所以它是好像双拼嘞。有一个像 mixture of flavors。哎呀，双拼咯对，又咸又甜，两种味道。你我什么？我嘴巴。所以畜生大哥，你喜欢这一道吗？没有这边这个蛮特别，有给我一点惊喜对。哦，很特别哦，这个。做这道菜的材料是紫番薯、面粉、糯米粉、糖、水，馅料有龙虾汤、虾、螃蟹肉。做这个非常山猪的步骤是：紫番薯要蒸熟，糖、水、糯米粉搅拌均匀，变成一个面团。蒸熟这个紫番薯，我们弄成泥，把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制造成一个完整的面团。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我们的非常山竹了。我们会把馅料包在里面，然后就可以拿去炸了。我们会用160度的油温来炸山竹，6分钟就好了。这道菜难度是控制油温，吃起来外脆内软才是最好的。这是我第2个了。再试。 OK，哇，真的，这喜欢这个啊这个师傅的这个心思还蛮不错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创意的，这个真的这个很是适合小孩子小朋友的对啦。但是老实讲，老朋友应该是蛮喜欢。啊，我觉得蛮多人会喜欢这个，可是你不是比较喜欢那个什么派 opening 啊？哎，我们怕的嘞，为什么我那2位搭档他们去到另外一边？今天哦，我们有一个神秘任务要交给你。哇，OK，来，就我们相信呢，你对你的搭档的口味也是有一点的了解的，所以呢，你3道菜的菜名， ，OK，然后你要去猜测他们会选择哪一道。如果你猜错，会有一个惩罚；然后如果你猜对的话呢，我们会给你一个小奖励。那我看一下啊。弟弟会选第1道福建炒番薯粉，然后呢，书生大哥会选第2道非常山竹。你不会觉得这个味道很重吗？对你们小朋友来说，那因为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就是甜甜，哎，suddenly 又咸。对，对，因为我吃的甜对吗？哎，suddenly 变成咸，哎，弄到奇奇怪怪的，为什么你会拿多一个来吃？因为好吃。哦，又好吃又奇怪。弟弟那方面呢，我觉得没有很大的问题了，他应该是会选第1道了。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啊？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来，还可以多吃一个吗？跟可以讲吗？可以讲吗？第1道，你可以讲第1道来。如果你选第1道还是第2道？我比较 prefer 第1道，OK 啊，因为第一也可以啊，道也可以。啊，你喜欢吗，没有，弟弟？我吃到辣椒。所以弟弟想到很周全哈。 ，good 啊，this one。番薯皮你会喜欢 ？OK， 对，这么快就下结论，对等一下还有另外3。我问你们可以讲。可以讲了吧？也对了。可以。我其实是有一点怕书神大哥啦，我怕他不会选这1道啦。可是以我的说服力呢，我觉得我是有办法让他选这1道。要换吗？不要。那书神大哥，如果让你选第1道跟这1道、第2道，你会选哪一个？为什么你问你可以不告诉你吗？问一下是吗？因为我还有一个机会哎我问你可以吗，我还有一个机会。可以等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制作组每次都是希望，找一些事物让我们惊喜，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惊喜。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惊喜不了。有可能啊，如果等一下我们吃第3道的时候呢，你可以再换一下你喜欢的。那不有了。为什么？那我不随便承诺人家的东西，我要随便的好坏，还是留一个余地比较好一点。太快，等一下一直在改，不好。 OK。对啊，有一个热热的天了。制作组给我们一个任务，哎，就去找一个食材，哎到底是什么食材呢？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去这边就有找找看吧。巴沙了，我们就去巴沙找一下。对，走。看哎，什么东西？
水果，卖蔬菜水果了，吃巴沙了。刚才才吃水果。看王一，来到巴沙要找一下那个摊，对啊，那摊是在哪里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要做什么。再见，再见。我直接，哇，你好，老板。哎，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哎，你看，刚才我们吃的那个肥肠山竹，这边又有山竹了。拿来看，拿来看。 OK，哇，这个山竹是好东西，是那种老树的，对老树的，很甜。对，哈，因为我们有找线索，然后你提供我们线索，我们才有机会是去找到这个一个我们的食材目的地。我们要找到一个食材，对。有没有办法？接下来是寻找食材的游戏，需答对3道题，获取3道线索，就能猜出指定的食材了。这样，第一个线索是说出3个良性蔬菜良性，选出3个啊，良蔬菜性的或水果。玉米，啊玉米可以了，玉米玉米玉米是良性的啦。因为它以前蔬菜水果对 OK，灯红黄瓜来拿。这个应该啊，这个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哦，这个不是。 Oh no OK，黄瓜是吗哦？OK，你拿黄瓜黄。瓜是这个对吗？还有水果哈，就是这个啦，这个啦，哎呀一样蔬菜或水果。良性的，良性良性的。这不是黄瓜哎，哦，黄瓜也不是，不，这个不是黄瓜，bro。啊，黄瓜黄瓜是。啊，黄瓜。你骗我嘞！你叫我拿这个，我刚才要拿这个，你叫我拿帮忙这个。拿一下。萝卜是，萝卜。是萝啊，萝卜再看过去。加加苦瓜苦瓜是。哦，可以。啊，苦瓜的味道，对哦。这3个可以了。三样了。 OK。第一个线索是3到4个星期的生长期。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3种维他命 C 含量最高的水果。柠檬是。柠檬这个也可以了，这个应该是酸的了，这个应该是这个 OK，这个不算。没有啊，不算。不算。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可以 OK，16对了，16对了。这个 OK，这个啊，哎，orange， 对3样 OK。第二个线索的答案。第二个线索 OK。可以生吃。第三个问题啊第3个问题，这边其中有一种是算是野草来的，是那种我们本地的一个野草植物 herbs。 OK，没有，应该是这个凉茶对吗？这个叫做水龟草。水龟草。水龟草。呀，对，这个是有猜就是的，对了，对，那这个水龟草有什么好这个？拿来煮水呢，可以降血压，喝对凉的是吗？对，喝凉的。呀，所以我们答对，所以你要给我们第3个线索。第3个线索是口感是脆的。黄瓜。番薯叶，这个啊，谢谢你。番薯叶，是番薯叶，这是番薯叶。番薯叶可以生吃啊？可以我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煮麻辣酱很好吃。 OK，那我们现在继续找了，那个番薯叶肠。好，OK，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这个不免费的咩？免费的。拿去吧。啊，真的哎，没有啦，开玩笑啦，走了。 Let's go。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拜拜。再见。现在我们就出发去农场看一看番薯叶的生长过程。哇，来，哇，这里哦，走。这边。很热啊，很热。我跟你讲，天气很难预测的啦，等下搞不好哦，等下我们出来的时候又下雨哦。哦，可能呢。跟四川变脸一样快。来，这边。变了，一下子变了。有2个小土堆，你们有闻到一个味道，对呀。这个应该就是堆肥。 Hello， 嗨，你好。您好，我们是3吃个的主持人，请问您贵姓？嗨，你好，我是飞边我是这边的那个负责人。哦。你刚才在做什么啊？我刚才在搅拌均匀那个就是堆肥，这是堆肥，因为我看到有些菜叶啊，就是不要的菜叶，废物利用，把它变成肥料。对。那这个堆肥里头它有什么？里面会有泥土啦、菜渣啦，还有我们用不完的那些叶菜啦，我们会放在这边一起
那些比较搅拌不是很漂亮的卖不出去，这就拿来做堆肥啦，对吗？应该是这对，样。因为我们这边是种有机蔬菜的，所以有些菜呢外表没有很漂亮，我们都会拿来这边呢翻搅，给它就不会发酵浪费，对，不会浪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的温度比较高，对，因对对对。为他们在发酵。啊，发酵的时候其实会发出一种润度的，你知道吗？有一个温度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摸一下，对你去摸一下那堆肥，你跟我讲是温的还是热的还是冷的？哎，温的嘞。啊，温的。那你们一天要去混合它几次？1个星期大概混合它1次。这个堆肥大概要多久才可以用在这个我们去施肥在植物上我们差不多会给它发酵6个月，6个月后。 ？6个月啊！哦，留在这里6个月啊。对，今天我们有一位小弟弟可以来帮你。喂，等一下，我可以说一下吗？可以派小弟弟去，是有利的。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玩种过田的。这样。可是你们这样混合的时候，不是要把它弄散了之后，然后再把它堆起来吗？对。哇，好玩嘞！要搅拌均匀。哦，很好玩呐。里面要搅到完。哦，OK。你要猜吗？你要猜吗？够了，我有try过了。所以这个比这个堆肥啊，比其他的化学的肥又来得好。对呀，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呢，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番薯叶。番薯叶，我们这边后面有种番薯。后面这样你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你们的番薯园吗？可以。好 OK， 来这边走。走。这样多嘞。这个就是我们的番薯叶了。哦。你们这个番薯叶是种植来采摘番薯叶的，对吗？对，所以下面就不可能有番薯。对，我们呢种这个番薯叶呢是会一直割它的叶子，然后它的营养呢就不会下去到它的根部，它就不会长出那因为个番薯。番薯是根来的，所以它没有营养去把它根弄到肥大，养肥大。所以你们时不时就要把这些叶子都采收起来了。对，通常你们会来多久采收一次？我们每1-2个星期呢就会修它的叶子，然后拿去巴沙卖。哎，这些东西是什么呀？这些是我们的 sticky tapes， 就是我们有放那个 glue 在上面的。那个颜色呢是来吸引那个虫。哦，这些虫害来的时候呢会粘在上面，然后我们这边就2个颜色。2个颜色是吸引不一样的虫类。所以说到这边对吗？我们可以采了吗？可以啊，可以啊。 OK 这些番薯叶这边都可以开始收成了了。 OK。那你要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从这边开始拔或割出来就好。哦，是把它上面这一份整段呐，整段你就可以切出来。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 length 的？因为你不可以太深，还是太短，或者是什么？对，不会太过深，然后是下面还有给它一些叶子，给它慢慢的再茂盛再长出来。继续的长。那这个番薯叶呢，有没有不同种类的？还是都是一样的？有，我们这边会有好几个种类，我们有大叶的啦，还有这个特别的叶子跟那个小叶的。我知道还有一种好像有带红色的，对。我们没有种那一种红色的，可是我们这边就种这3种类。可是口感跟营养方面，它们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大致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有维他命 A、K、Potassium、啊。这个番薯叶真的可以生吃的？是啊，这个可以生吃的。然后这边呢，采收直接吃新鲜的话呢，是跟外面买的不一样的。你不要拿来生吃啊！他们你真的吃哦？什么味道？哇，没有很多味道啦。对啦，就是很像酸菜，叶子会比较有一点轻轻的那个。可是你会觉得它就是很新鲜哦，很脆。它这个根的时候很脆，而且是 organic 的。对，谢谢你，老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吃我们的美食了。下一道是我不知道啊，跟番薯有关的啦。就对了。我们走。谢谢你，谢谢。这边走。来。好吃哎。今天我们的食材主题是番薯。那你们知不知道番薯有几种颜色？一个。其实我只是看过一种也是，对哦，就是紫色而已。紫色的，还有红色的，红薯吗？红薯。还有黄色的。黄色的。有黄色的呗？这有，这是白色比较少见，还有 orange 的。白色。哎呀，白色比较少见。呀，有了白色。那这样四种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啦。不一样的。那这个紫色的呢，它的这个花青素比较多，所以它的抗氧化能力呢是最高的。那么还有就是那个红薯，还有黄薯呢，它里面是含有这个红萝卜素，经过消化之后就变成好东西了。
就转化为维生素 A。维生素 A 是帮助眼睛的，对吗？呀，所以我又多吃了。然后白色的呢？我没有去调查，但是我知道，白色可能他们通常拿来做那个番薯粉，可能我们刚才吃的就是白薯粉。所以如果说这个糖分这个甜度啊，白色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啦。呀，然后就最好的是红的跟黄的，然后中间就是紫色的。这是，所以我跟你讲，我们吃那些绵绵的、咪咪有糖分的甜的好吃的，就是黄的跟红的。要开吗？又开了，它又开，里面就是一个生番薯。如果生番薯我吃给你看，真的嘞！你猜对嘞！哇，你聪明啊，这是生番薯。哎，真的，真的。你闻它，好像没有糖果酱番薯的味道咯。哦，对耶。我们去猜一下那个菜肴将会是什么？会不会是他们把它弄成像一个酱，然后呢就是叫做番薯酱，紫色的，然后你沾来吃？哎，会不会？这个第3道叫什么？紫薯奶油番薯糕。哇，因为树成大哥他不喜欢吃那种 cream 那种糕的东西，可是他有可能会喜欢这个，他会说如果不要搭配那个糕那个 cream 的话呢，他会选这个。酱，很接近，已经很接近了，很接近就可以了啦。啊，这够了，接近就很开心了啦。再猜下去也就猜不出。好过猜不到啊，猜到接近就可以了。红薯酱 ，yes 啊。现在我们要去吃创新料理喽！嘿嘿，阿给来喽，到了，快点，let's go， go，哇！这是在哪里？这边，OK。哇！你们跑去哪里？我们去吃饭嘞。还有菜铺。对，这里真的，你看各种各样的药材都有。对呀。去吃饭啦。你想要算一下要怎么去吗？算，对。不用算。我跟你讲，每一次我们吃饭不吃饭带我们这边走那边跑，一定有问题，里面内有乾坤。好，算好了。在那里，门在那里，在哪里？在哪里？问他怎么走。来，在那里。狗狗讲在哪里？我想拿。谢戏。哎，要怎么开门呢？敲门。Hello。这边啦。哇！这个我们在如厕水啊！真的又讲那句话，别有洞天。欢迎光临，坐。哇！所以这道是叫做紫薯奶油番薯糕，对。OK， 这个吃法就是相当于薯条与冰淇淋一样，就是把那个番薯糕 dip 进去那个 sauce 里面。OK， 谢谢。师傅。哇，其实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那萝卜糕，然后有个，对吗？对，刚才有讲这个好像是 ice cream 酱，你看我摸一下，是冷的呀，冷的，这是冷的紫薯，哎，这个紫色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那些番薯，就是他们搅拌然后做成一个 dipping sauce。来，我们就一人来一个啦，我们一起来，一起。放盐。它这个比薯条它里面呢就有一点糯米的那种感觉，黏黏的。对，真的，今天我们这几道菜都是炸的都很香，怎么办？哇，这很难选哦！你叫我们真的选，你这炸的东西比较容易上火，对不对？凉茶，你太多的话就是容易上火。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蘸酱啊，我们要试一下。对，你先蘸一下，好，我试一下。哇，真的像不过这个原味是有点香，因为它够咸。它炸出来的那个香气重，那香气在里头其实是蛮重。Oh no！ 我蘸太多了，哇，不要紧，你可以多吃。真的像 ice cream 哦，因为有奶油，所以我可以让你多吃一点。真的有。我们问这道菜是狗狗的来，你觉得怎么样？里头就有那个奶油的味道，可是我觉得那个奶油的味道是偏重一点。你叫我不要吃是吧？真的，因为真的，我觉得我吃起来的时候
果然是创意料理啊，因为很特别，因为我没有想过这种味道可以搭配这种味道，这种奶油的味道，然后就，说不起，有一点。It feels so unreal, man. 他讲的对了，就是说很奇怪它的搭配，就是他会把热的跟冷的搭配在一起，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真的有点创意。做这个番薯糕的第一个步骤是把橙色的番薯拿去煮熟，然后打成一个泥，然后我们把虾米、香菇还有熏鸭加进去，然后炒一个3到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把面糊倒进锅中，炒成一个比较浓稠的状态，然后倒进一个模具，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面糊拿去蒸一个45分钟。蒸熟过后，我们就会把番薯糕拿出来，切成像薯条一样的形状。然后再拿去炸成金黄色。我们的番薯糕和外面的萝卜糕的差别就是我们用熏鸭 instead of 腊肠，因为熏鸭有一个比较 smoky 的味道，而且它的口感也是比较好。蘸酱的部分，我们会把紫番薯拿去蒸，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加进去一个锅中，跟奶油一起煮差不多5分钟。之后，我们会加入蜂蜜、海盐。混合好之后，我们就把奶油冷藏半个小时，然后就可以使用了。我们的蘸酱看起来像藕泥，吃起来像番薯冰淇淋，这就是它特别之处。通常我们吃薯条沾冰淇淋的时候，那冰淇淋是稳尼拉，所以很普遍的一个味道。可是这个味道是比较特别的，比较浓郁的，然后里头有这个番薯跟奶油混合在一起，所以那个味道是来的比较特别一点。对。你试一下，提起勇气。这个对吗？很像 carrot cake。这是因为有奶油，真的很像 carrot cake。因为我一向来对奶油是比较疏远一点的。我觉得你不适合你。我觉得你不适合你。可以啊。不会哦。你会喜欢？不会哦，不是，我觉得它的紫薯的味道多过奶油哦。刚才的味道不一样，所以我们2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但不要紧。没有，我知道你是让我不要吃的。没有，我觉得你可以吃。不喜欢奶油，你可以吃，你做重一点。对，不然你直接这样咬一口，你有可能你这样甜，你就不会觉得怎样，你咬一口。而树生大哥呢，我就会跟他讲。你不是很喜欢奶油的对吗？啊，所以这一道我觉得你可以放在第2名啦，第1名你就放第2道咯。现在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换，你要换吗 ？No，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觉得怎样？我导演讲得对，导演刚才已经讲了，大哥你放心，这道东西你肯定会喜欢的。所以你真的喜欢？这个搭配讲，不能讲，讲的才讲可以吗？好 ，OK， 可以啊，可以啊。可能观众朋友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观众朋友倒是老实讲，这你看的就很有胃口了，对不对？真的吗？真的，因为它 OK 啦，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搭配颜色蛮特别，是很特别。那个搭配我是没有这样吃过。当然啦，我们通常吃都是，如果是萝卜糕还是什么糕的话，我们就是沾那个辣椒酱，不然就是有些人就沾番茄酱啊。可是沾这种比较偏甜的、特别的、有奶油的这个香气在里头，就有点不一样。我觉得紫薯有它特别的味道。你在吃番薯的时候，虽然它的甜度没有黄色的番薯来的甜，但是它的粉香的味道，我觉得我吃到这个紫薯的味道。所以我觉得紫薯跟这个奶油在一起，就是奶油的味道没有那么强了。因为可能我对奶油比较敏感，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今天这个还好。因为我觉得里头也是有这个紫薯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在里头，但是有创意了。对啊，有创意了，有创意了。那个感觉是像你吃了一个咸的东西，然后你就搭配一个甜甜的，有一个甜浓浓的感觉，就好吃哎。对啊，觉得这个好吃，可是这个里头还有那个 peppery 的 flavor， 虾，对，里头有虾，还有葱啊，还有葱，但是老实讲，讲，还有 smoked duck 哎，还会是培根哎。来这个。应该可能是莫大，就那个熏鸭，所以难怪它这么香。所以我刚才本来想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不沾这个的话呢，这个紫薯奶油的话，只是这样吃，其实也是很香。虽然那个 main 的东西是这个对吗？我比较喜欢吃什么？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因为跟你讲那个 dish 是来自于是吗2个东西了，所以你要喜欢你就要喜欢2个。OK。如果你选1个而已就不可以，你不会选这道啊。我觉得第一个会动心的应该会是弟弟啦。可是就像我所说的啦，如果你要选这个第3道的话呢，你要喜欢这个蘸酱，不然你不可以选第3道。所以他只可以选第1道，我就要逼他选第1道，不可以这样沾的。那你沾的手是你不沾整个要更好，放进去的。你不沾更好。这样哎，你是蜻蜓点水啊。蜻蜓点水。今天呢，我们吃了3道番薯料理。第1道就是传统的福建炒番薯粉，第2道就是非常山竹。哎，那第3道是什么？创意料理，紫薯奶油番薯糕。厉害！哎，你们就选什么？我们啦，选什么？你们老的先来啊！谁讲先？谁要讲先？你要进口是先啊？你就选先啊。哦，我选啊。哦，你我跟你选一样啊？我今天可以选我自己的吗？可以吗？OK 啦，你们都知道，你猜，我从小就喜欢吃咸跟甜双拼的食物，那么刚好非常山竹也非常特别，它有这样的一点点味道，所以呢，它打开我的味蕾，它炸得非常的香脆美味，所以它有打开我的味蕾。OK， 所以你是选第3道，我选的其实是跟你一样的。因为我很喜欢它那个外层，因为它不单单是脆，里面也是有绵绵的那个部分，对吗？然后在里头呢，就因为里面有那个海鲜的鲜甜味的，然后呢，你讲的，外面那个就是那个番薯的这个鲜甜味，加起来呢是哇非常好的。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呢？你就自己讲。所以我要选3还是？是随便你啦，看你了。那现在讲一下啦，1、2、3。Cheers. Oh no！ 那你选3，你会选3咩？你会 give up number 1？No。哇，第1个是最好的嘞。我还以为你选1，如果你选1的话，人就比较不一样。是咩？你去想一下啦。对，我volunteer讲啊，我收场是volunteer讲啊。可是你讲的，如果你讲的话，你要讲1，因为是第1个讲。为什么你这 force 我讲1？我没有 force 你。1、2、3。1。你知道为什么我选第1道对吗？因为有一个 mixture of 那个辣辣的 flavor 和咸咸的 flavor， 还有那个面是 QQ 的，对，很出它有名，弹性，对，所以我们当时吃的时候也觉得蛮可口的，蛮滑顺的。哇，呀，其实我跟你们讲啦，为什么我一直想要问你们会选哪一道菜？因为制作组事先呢，他们叫我去猜你们会选哪一道。所以你看很好了。如果我错的话，我就要被惩罚。所以刚才不要被人家影响到，要相信自己，懂吗？相信自己，相信我。有这样的游戏啊！哦，因为如果我讲错的话呢，我们都被蒙在鼓里。这样你猜对了。我猜对了，你猜对了，那我就要被惩罚。有奖品了，有奖品了，奖品是什么？我们没有猜嘞。哇！既然我们心有灵犀哦，我们1人1包啦。哇，真的是山竹嘞！带回家吃啊，带回家吃啊。OK， 那我们话不多说了，那我们3吃客，下星期见。那你们想知道我的惩罚吗？你们想要知道我的惩罚吗？我也是想要知道啊。来，制作组那个惩罚是什么？如果我猜错的话呢？将会是什么拿来了惩罚？看一下。嘿，这游戏这个是柠檬哇！我跟你讲，你这个惩罚太好了，这是维他命 C 很多。对了，所以既然我答对了，谁应该受这个惩罚？没有，我没有受这个惩罚。又不是你们啦，应该是制作组嘛，因为他们知道我会猜错嘛。所以我们拿那个GoPro反过来这样拍。是柠檬水。等一下，太好了，全部都在笑，你看。不懂，完全不懂，完全不懂。所以你觉得我任务成功的时候，你没有很 sad？
不会啊，feel happy for you。开玩笑啦，我很 angry 啊。为什么你生气？我不可以生气咩？为什么你生气？我生气因为你赢。